很多人会想说，牛小排跟煎小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那我碰过最卑鄙，对，我要讲卑鄙的样子，就是拿，然后跟我说这是牛小排。对，至少这个小排的部分，我觉得跟日本和牛是没什么差别的，一样蛮好吃的，真的超好吃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微微之旅。今天我们要来讲牛肉，这个是澳洲和牛的煎小排，还有牛小排。很多人会想说，牛小排跟煎小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那最直接就是价差啦，煎小排会比牛小排便宜一些些。虽然这个部位呢，在台湾就是我觉得比国外贵很多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牛小排的话呢，它一般来说会比较软，然后煎小排会稍微硬一些，因为煎小排在靠近比较牛肢的前段、肩膀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它的运动量会稍微的比牛小排还要大一点。然后再就煎小排，大概它是在牛的第1根肋骨到第5根肋骨之间这一块叫做煎小排。在牛身上当然是长这样啦，应该这样，不同侧算了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牛小排就是长这样，所以它们两个会接在这边。这2块在日本的烧肉里面呢，点起来应该都会是叫做卡路比，然后只是它们就会是比较特上卡路比这样子。那我们把它拆开给大家看一下，这2块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。和牛跟美牛都分切会比较大一点，那澳洲和牛现在目前看起来稍微比较小一点，不过我们就打开看，因为如果是日本和牛的话，它修出来的话会是很大的一块。这也是 M89的，通常一包就是2片，然后看啊，它叫做三角巴拉，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偏三角形的一块肉，这样子的一个肉。然后底下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肋骨的部分。对，前面这段就没有接什么肋骨，这边就是有接肋骨。然后澳洲和牛看就是修得很轻，肋条的部分都已经先拿掉了。好，先放这里。然后我们来把牛小排打开来。这块牛小排为什么没有给那个吸血棉？他觉得它不会有汤汁跑出来，非常的有自信，还是要忘了放。好，这也是 M89的。从这样子来看的话，其实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光是颜色，但它每一只牛状况会不太一样，可是基本上它颜色就是不太一样，就知道它说血流量会是不一样的。你看颜色差很多，所以这边硬一点，这边软一点，这边也是，它其实也是2块。对，你平常去吃牛小排，它其实切出来都是2块啊，就是你看到牛小排切面，大家平常都长这样子，就是因为它把它并在一起去切。那煎小排也是。那要怎么样去在吃的时候分辨煎小排跟牛小排？我个人认为没什么方法，不太能够分出来。只要他要骗你，他就是可以骗你，因为每一只牛的性状会差很多，那可能你就从肉色去分，可是不同的牛肉色也很难讲。那我碰过最卑鄙，对，我要讲卑鄙2个字，他就是拿板剑，然后跟我说这是牛小排，我真的不能接受，对，那个就太夸张了一点点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修煎小排。我通常啦会先把这地方，你会看到它肌群会长得有点不一样，所以等一下我分切的时候要换一个方式去切它。这边可以先把脂肪拿掉，然后来修筋膜这样子。其实还好，因为它这个修的真的很轻的。这块肉很多人拿来推火锅肉片啊，我不想再凑火锅肉片，烧店会用啊，然后拿来煎牛排也都还可以。台湾人很爱这一块牛排，可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拿它来做牛排，因为它说实在它的肉比较硬一点。然后这个是日本吃烧肉他们一定会点的地方，在日本这块肉没有那么贵，就算是特上的那个卡路比也都没有那么贵。然后我们把它稍微折一下，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况，再修。这边肉都会有点皱皱的，所以你在修筋膜的时候稍微要看一下，很容易就修到肉里面去。那有些人也不在乎这些表层的筋膜，就直接拿来吃了。不过我们既然处理它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处理到好。然后这个翻过来啊，这边就是肋条。那这个肋条肉呢很好吃，可是它今天不属于这块肌群，所以我要拿掉。因为你看它走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嘛。然后它底下有一层筋膜在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拿掉。这个肉啊，其实蛮好吃的，通常吃泡面就会加这个。加太好的肉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泡面用好肉很好啊，也不用修到非常非常轻啊，就是留一些脂肪下来，把筋膜拿掉，还是很好吃。然后如果修得太轻，你的那个包的筋膜都会不见，你的肉之后就会散掉。那像这个我就不拿了，这个就不要拿掉，拿掉可惜。这边银皮。看起来就是银皮的，就把它修掉。修煎小排有一个麻烦点是，你很难用刀子去很直接的感受到哪些是筋膜，哪些是肉。
因为它的肉里面的筋的弹性也很好，有时候会感觉不到，可能是我功力不好啊，应该是有人可以分辨得出来，可是可能我功力不够好，所以我会觉得说它有一点点相似，只要慢慢修它。我很讨厌拿着肉修，一方面是你的手的温度会影响到肉，另一方面就是很容易切到手，可以的话尽量不要。肩部的筋膜是很硬的，一定要拿掉，就算会损失一点肉也是一定要拿掉，不然口感实在太脆了，不然损失一点肉也是要把它拿掉。好，看起来可以了，对，泡面肉。然后呢，这块肉因为它是一个这样三角形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切成我们适合的大小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刚好就是有一个横的，跟这边的肌群长得不太一样，它就是歪掉了啦，这肌肉不知道为什么歪了。所以我们等于说这边的时候下刀要这样子下，所以我们换一个方式来处理。我的话啦，我会这样子，这样切。对，这样切，然后这一块呢，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在里面，对，所以我会照着它来切，这个切面也还是很漂亮，有看到？做烧肉片一定赞的。然后到这边了，已经开始要平行了，那这个我就可能就角切下来，这边就你可以选择这一面或是这一面，那我觉得这一面比较漂亮，所以我就这样啊，看这就是错了。有看到错了就改，要变这样子切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这个啊，我就先放这了。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，哎，这边油比较多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可以思考说，我们把它修掉，就比较没那么好看。可是其实，在卡路比这边牛小排的烤肉来说的话，这个都还算是正常的东西。这边的话，就这个切面是漂亮的，所以我就是要从这边开始切，切成适当的大小。然后刚好这边有一个，就这样切。那这面也可以切，对，这面也可以切，就看你自己。切一些火锅肉片好了，就是面会看起来比较漂亮的。对，然后如果说你想要真的完全的逆纹的话，你可以看这边纹路啊，去思考说，其实这一面是最逆纹的。只是这一面的逆纹呢，你看，虽然是逆纹，可是油花就没那么漂亮，油花就不像这个长得那么大这样子。然后到边边的地方，我们拿另外一块肉来烤一下。然后这边是火锅肉片，因为我刚刚有沿着那个油角去切它啦。对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把它修掉，你不用一开始就去修，然后挖掉一大堆肉，这个时候修掉就好了。这就是煎小排的地方。好，牛小排我们就是先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银皮，很明显的交界在这边，这就是你在夜市吃牛小排很有咬劲的原因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把它拿掉，这个脂肪就很明显，这个筋膜啊就可以感觉到它跟肉的差异性有很大。这样一整片皮，这个煮起来超好吃的。这个一样把它拿起来，然后检查一下这边可能有一些皱褶的地方会有一些银皮，要把它拿掉。这边的膜就比较软一点了，就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拿掉它。那脂肪可以留一点在上面，然后膜的话你就自己看着办，看需不需要再修掉一些。自己是觉得还好，这块肉本来就应该要有多一点油会比较好吃。然后这一面有肋条的地方一样，有银皮的把它修掉。肋条的地方已经拿掉了，那就剩下这些表面的一些银皮，稍微有一些耗损，没办法了。可是我觉得啊，这块肉本来就会有一些啦，一样看到它就是肌肉啊，他说它是这样子过去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它这边你会看到这是有一个肌群跟这边不一样，所以你如果这样子切的话呢，你就会有一个形状是不好看的。你看这边就是这样很明显，所以呢，我会把这一块这样子剥下来，让它变成这样2块。你看到整刀除了这边之外都是顺纹的，那这边
也是整道都顺稳的，就可以开始把它漂亮的切出来。从这边开始，沿着这个弧度这样切，切出来之后就很漂亮。然后后面有带一些肥肉啊，可是这个其实你换一个角度看就会蛮好看的。卡鲁比这本来就是一块比较多油脂的肉，那这样就完全不会浪费掉。就是特上的卡鲁比。这边这个部位呢，你可以思考说，你想要油花比较漂亮的话，是要怎么样子？那基本上它现在的纹路啊是这样子走的，所以你在切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切，这样子切，尽量让它不要耗损的切法。这样，那其实这一面也很漂亮，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子切过去，这样。啊，错了，这样。对，我第一次看没错，为什么我第二次看就错了？这个火锅肉片会有点难切，说实在话。不过我们就这样切吧。哦，我的火锅肉片好像都很厚，对不对？我手切啊，然后我不想要留牛排，就这样子。这块拿来做牛排实在有点浪费，太油了。做一些角切的，类似骰子牛肉这样子的，其实切厚的也很好吃。摆一下盘啊，我认真，我认真。看，我难得有认真摆一下盘。那我们来试吃牛小排跟煎小排。那我们现在用火锅肉片，对，煎小排的火锅肉片，这个也算是耐煮的肉啊，试试看，超有弹性，超好吃的。真的很好吃，可是很油，油脂非常的重，可是是非常好吃的。都是我手切的啊，所以我都切稍微厚一点点，会比较厚一点点。可是我觉得像机器那样切到跟纸一样薄，真的也不是很好吃啊。既然是好肉，我们就用比较好的方式去做它。我把它切比较长一点。有价差，照理讲说应该吃起来是不太一样的，是吧？应该要这样。哦，真的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你也太吵吧！如果真的要我比的话，煎小排我觉得味道比较重，然后没有那么甜，然后稍微的比较咬劲一点点。牛小排的话就是算是很软的肉，牛小排更清甜，甜味更多一点点，你们有一起吃其实。我觉得很难分出来，所以你说你要在餐厅里面吃了，然后立刻就知道说这是煎小排还是牛小排，我觉得有在各种方面来说都有难度。除非你就是吃牛小排，而且吃这个品牌吃到很精很熟了，你才有办法跟人家说，哎，我一吃就知道什么是煎小排，什么是牛小排。我觉得就差在这里，不然我觉得不会差太多。煎小排已经很 OK 了，我觉得这就需要一点蔬菜来搭配。给你。我来煮一点蔬菜，我来煮一些春菊。这个是山茼蒿，我没有切，很长，很长，不然太腻了。超好吃哎！这汤本来就蛮好喝的，可是煮了这么多和牛，因为它汤整个变超鲜美，然后搭配山茼蒿真的超棒，好吃哎！不然那个好腻哦。让我们来试试烤肉，煎小排开始好了。
牛小排就是可以切比较厚、比较大块。那如果你想要口感更轻盈的话，你可以刻花啊。其实我们两个吃一块就好了。已经觉得有点腻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觉悟到吃肉有好吃的肉这件事，不代表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？太好吃了，太好吃，好吃过头了。先让它在旁边 rest 一下。哦，看这面超漂亮，酥脆的表面，切一下好了啦。来，试试看啊，看这个断面，跟煮火锅完全不同的感觉。我觉得煎小排拿来烤比较好吃。我们刚刚有做这个万用蔬菜酱，那我觉得拿来搭配这种比较甜的肉，然后比较油的，蛮适合的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好吃哎，真的，甜味又还在，可是又可以解腻。要不然在日本的话，他们就是加一点点的瓦萨比，就是现磨的瓦萨比。如果你今天去很高级的烧肉店的话，会吃到一点点，就他会给你一小坨瓦萨比放在上面，那个也很好吃。可是我穷，我买不起新鲜的瓦萨比来磨，对，就这样啊，很好吃哦。我们来吃这个牛小排的部分，油花超漂亮。你看，筋膜多的肉就是这样子，会自己收缩。好，收缩就开始换边了。你看，哇，漂亮！收缩就可以换边了，稍微一下就好了。放旁边啊，休息一下下。然后先吃沾盐的，好好吃。它那个甜味真的很棒，很棒。这我觉得比煎小排还好吃很多很多。然后来加这个酱。很不错，这酱完全把那个腻味给带掉，然后又可以再回来吃，就是沾盐的这些的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这样搭配是很好的方法。我甚至觉得这个可能比沙朗还要好吃，但沙朗的味道风味又更不一样。我觉得牛小排味道很细致。靠，你给我偷吃菜！靠，你计划通哎你！我就用那个菜来救我了。这个油脂是真的多，这真的吃不了几片。对，一开始吃会很爽，可是吃几片之后就觉得第二片、第三片就开始不爽。我觉得要配别的东西，可能要配一些蔬菜啊、饭啊之类的。我为什么没有留蔬菜给自己？那我们要不要煎这个？还是煎角切的就好了？角切的，然后顺便弄这个。这个是牛小排角切的，煎小排角切跟牛小排角切。对，这样的教学我另外拍一集，你们自己去看。这个我们把它弄熟一点好了，不然我觉得我们两个会挂掉，太肥了。所以特上卡路比真的不要叫太多块。不要一次叫个什么一大堆，我觉得吃味道就好了。角切，我们把它弄得这样子。哦，切下去都有声音。啊，切面是长这样，然后这个是牛小排。哦，切下去感觉就不一样了，这好软。这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想要瓦萨比，对，拜托大家抖内一下，让我去买新鲜瓦萨比，还是很好吃，沾一点点盐，好吃可是很油，超油。我们来试一下那个好了，我们还有剩一些火锅肉片，如果我们切得很薄，是不是会好一点？这只是单纯实验啊，我认为不会好到哪里去。这个应该一下下就好了，放上去就可以翻了。没办法让它美大太多，起来吧。
点盐，口感比较轻盈，可是还是一样油。今天的肉真的很油，不过真的很好吃。我觉得前几片都很好吃，可是吃到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。所以好吃归好吃，可是不能吃太多。拿那个来试试看好了。对，我觉得味道会被盖掉。要有实验精神，好不好？这是知识型的美食频道。你看这油又一直跑掉，一直流出来，啊！这个是煎小排，这是牛小排。我们要试这个酱，对不对？奇异果酱，可是我觉得味道会被盖掉。先吃煎好了，好吃归好吃，完全没有小排的味道。我比较适合比较有味道的肉，煎小排跟牛小排都一样，味道太细致了，都被拉掉，可惜可惜。好，我们再次感谢广元商贸，就是提供这些肉给我们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肉呢，我会把它切一些出来，然后放到我们的频道会员，让频道会员来抽奖。频道会员应该已经有拿到一些肉，就上一次那个背煎的部分，对，我应该有切100或者卡塔肉丝给他们。这些肉的部分，我们都会切一些出来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然后，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。你们小小的赞助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的拍片的动力。虽然肉是厂商赞助，可是可乐要花钱买，好不好？煎小排跟牛小排我们都试吃完了。是牛小排就是味道比较很细致的味道，那个甜味也非常细致。然后煎小排就是可以感觉到它运动比较多的味道，就肌红蛋白的味道会比较重一点。那我觉得比较有肌红蛋白、比较多运动的部位的鸡肉，或者是搭配哈拉米，搭配那个横膈膜，这样吃起来其实味道都会比较有层次。然后中间搭配一些蔬菜，而这些它很受欢迎，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就是它可以直接给你味觉的冲击。然后真的吃起来很爽，但是吃不多，觉得一餐吃个3片差不多。觉得用澳洲和牛，其实我今天吃起来，我觉得跟日本和牛没什么差别。至少这个小排的部分，我觉得跟日本和牛是没什么差别的，一样蛮好吃的。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是它那个很好修，超好修。尤其是澳洲和牛，它几乎上面的油脂几乎都拿掉，把一些筋膜稍微拿一下，而且它的筋膜因为够厚，所以很好拿。我觉得修起来是很快速的一块肉。那这个酱的话就比较适合它，可以让它的味道释放出来，然后又可以稍微解腻。但是我觉得一样，就是这个肉吃不多。然后我觉得最好的搭配应该是现磨瓦萨比，超赞。下次在教肉上再来一块，我们来磨瓦萨比。没有瓦萨比也要赞助我们一下。台湾的瓦萨比很棒，好不好？台湾瓦萨比很棒，只是很贵。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就到留言区留言，然后也可以加我们的赖社群，一样在资讯栏里面。然后如果这些肉我有卖的话，我也会放在资讯栏，就是 YouTube Shopping 之类的，或者上我们官网直接就看说我们官网现在卖什么肉，好吃的肉就在资讯栏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抖内。好，那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拜。